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世界拳王，一場比賽連轟1562拳的記錄，至今無人能破。沒有任何一個拳手有如此恐怖的出拳量，如此猛將，就是來自於中國江西的天才拳王徐燦。15歲，我輟學做拳手。23歲，14場比賽0 KO，別人說我拳太輕，沒可能拿拳王。24歲，終於等到去休斯敦挑戰世界金腰帶，美國媒體說我會輸得很慘。但現場的中國人用吶喊聲告訴我，我能行。I can. 這條金腰帶承載了血和汗。That power come from? It's from China. I'm Chinese. For the country. 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徐燦的對手正是眼前的日本天才少年久保隼，的確挺損的。好，剩下戰績13勝1負，而且其中包括9場 KO。那麼在賽前，這個久保隼表示說呢，亞洲拳擊日本永遠是第一啊！這一次要在中國擂台 KO 徐燦。好，看來這個家伙可謂是信心滿滿。观众朋友们，
這麼多的觀眾為我加油，真的，我作为一個家鄉人，我特別的自豪，而且特別為我們家鄉驕傲，特別感謝你們。這是一場復仇之戰，也是楊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場比賽。楊建平毫不手軟，瘋狂怒摔韓國名將，只因為在此之前，韓國選手金立碩手段太殘忍，比賽中將中國選手閻錫波殘忍地掰斷了手臂。然而獲勝後的金立碩見中國選手痛苦萬分，竟然還一臉得意洋洋地笑了起來。中華猛虎楊建平看到這一幕，立馬衝上擂台為同門師兄弟打抱不平。然而對手卻當眾怒推楊建平，完全沒有把楊建平放在眼裡。然而面對韓國選手的囂張挑釁，楊建平絲毫不懼。還當眾向金立碩下了生死挑戰書，既分高低，也決生死。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韓對局。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鏡頭當中正在出場的選手，他便是韓國名将金立碩。這完全就是個炮台坛子。好，這個金立碩非常的惡心，在上一場比賽呢，手段極其的殘忍，將我們中國選手閻錫波，觀眾朋友們啊，活生生的掰斷了手臂。然而這個小子啊，非但没有任何同情心，而且還當眾得意洋洋笑了起來，嬉皮笑臉的表示中國人的胳膊像筷子一樣脆弱，不經打。這一番囂張的言論和囂張的態度引起了我們中方選手中華虎楊建平的不滿。沒有錯，眼前正在出場的選手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的中華虎楊建平。這場比賽觀眾朋友們有一個特別之處，因為本場比賽不是一場普通的比賽，而是一場簽下了生死合同、簽下了生死狀的生死之戰。楊建平主動申請跟對方簽下這個生死挑戰書，既分高低，也決生死，打死不償命，打死不負責。和這個古代比武呢差不多，只不過這場比賽呢並不是點到為止，而是打到廢、打到服為止。好，注意看两位選手一上來，完全沒有試探，尤其是楊建平。我們仔細看紅色短褲，紅方選手楊建平，人送外號中華虎。我看楊建平比賽開始火氣，這個火氣是非常的大。好，仔細看，處於上位的便是楊建平，現在處於下位的便是韓國選手金立碩。這個金立碩在韓國非常的出名，可謂是家喻戶曉。但是觀眾朋友們，歸根結底，只能說這個韓國呀太小了，這個屁大點的地方，稍微一出名就全知道了。如果你在韓國一晚上醃了10壇泡菜第二天都有可能上新聞這個新聞會報道說你醃了10壇國寶，因為這個泡菜我們都知道是韓國人的這個寶貝。好，我們看兩位選手現在的戰況呢是非常的焦灼。雖然說楊建平拿到了一個上身位，但是他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對方的話是一個老樹盤根而且我們注意看楊建平捂住了臉，這並不是害羞，而是怕對方把他帥氣的臉龐打壞。因為這個楊建平的確長得非常的帥氣。好漂亮，楊建平逆時針的一個旋轉。這裡我們注意看旱地拔蔥，旱地拔蔥又來一下。楊建平，觀眾朋友們，他的這個臂力太恐怖了。好，注意看這個金立碩賴到了地上，又耍起了韓國人專屬的這個無賴打法。可以說有90%以上的韓國選手，觀眾朋友們都是這副德行。注意看，這個家伙還展開雙臂挑釁我們。好漂亮这個地掃非常的重。那目前來看，在戰力水平上來講呢，楊建平明顯還是要更勝一籌。因為這個楊建平呢本身他也是我們國家拳擊隊出身的。
包括我们看杨建平的走位，他的脚下步伐都是非常的灵动。现在杨建平就是凭借这个灵活的优势啊，进进出出，哎，漂亮，过肩摔！我的天哪！杨建平这个出其不意的打法，观众朋友们确实太令人兴奋了。当然不得不讲，这个韩国棒子很抗揍啊，不愧是棒子。看来这个棒子不是空心儿了啊，可能是实心儿了。我们注意看这个韩国选手金立硕的双手呢放得非常的低，这是种非常不尊重对手的一个表现。哎呦，漂亮！这个偷袭速度啊太快了。哎，又来了，观众朋友们又来了。哎呦，这么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板吗？如果你很喜欢睡觉，一会儿让杨建平满足你。现场的裁判并不是很给力啊，这个时候应该叫停的啊，理论讲应该叫停。因为双方啊，我们注意看没有太多的一个动作，对方呢就是耍无赖，而杨建平呢也不想打地面。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但是看这个韩国选手啊，依旧是没有起来的意思。赶紧联系一个这个抓狗的、收狗的，给这个韩国选手给他抓走啊！好，观众朋友，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非常的解气，但同时啊也有一点生气，因为这个韩国选手啊太无赖了，打得非常的恶心，非常的卑鄙。好，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好，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杨建平，中华虎；蓝方选手白色短裤，就是上一场比赛啊掰断我们中方选手手臂的韓國選手金立碩，他是一個韓國名將，非常的出名。好漂亮，這個側踹非常標準，再來。這是我們中國散打裡面的招式。這個金立碩他的這個戰力水平看起來非常的愣，感覺他就像是一個這個大腦發育不健全的人，這個肢體啊都很生硬，感覺是有點像腦癱啊，像中風了一樣。哎呦，我們看楊建平打得非常靈活，很聰明。啊，這個金立碩呢想反擊啊，但是呢找不着突破口，主要打不着，因為楊建平這個撤退速度太快。好，漂亮，偷單腿，這個實際抓得太準了，太準了。對方出腿的一瞬間啊，被這個楊建平啊抓住了這個機會。好，看一下，現在屬於上位的便是楊建平，下位的便是韓國選手金立碩。楊建平一定要小心對方的一些鎖技，因為上一場比賽呢，這個我們中鋒選手嚴希波啊，就是上身位的優勢位，然而被對方啊抓住了這個掰手臂的機會。好漂亮！哎呦，又一次，
杨建平這個抓石溪的能力和反應速度太快了，而這個韓國選手这個動作慢，速度慢。我敢打賭，觀眾朋友們啊，這個家伙絕對是這個泡菜吃多了，這個腦子吃的不好使了。这场比赛，杨建平讓這個韓國選手能打得非常難受。這個金立碩很想來拼拳或者來拼一拼，但楊建平啊撤退速度太快了。我們打完就走，也是發揚起我們的這個游擊戰的精髓。第二回合馬上就要結束了。我們目前來看，楊建平呢還是有優勢啊。这场比賽楊建平呢之所以要和對方啊簽下生死挑戰書，正是因為這個上一場比賽受傷的這個人啊是楊建平的師弟啊，同門的師弟嚴希波。那當然嚴希波也很厲害啊，那曾經有一場比賽12秒 KO 這個日本選手。這場比賽楊建平也算是出頭。好，看一下雙方的龍邊對局。這場比賽實際上無論怎麼看啊，感覺這個韓國選手的體型，我覺得都是要大於楊建平的。這場比賽可能是跨量級挑戰的。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進入到今天的最後一個回合了，雙方也是直接開打。第二個回合，兩人保存了很好的體能，所以說到了這個回合，我們可以看到戰力上明顯打得更兇了，而且這個金立碩很着急，我們能直觀的感覺到這個金立碩是有些這個慌了啊，着急了。好漂亮，轉單腿進入到地面。這一回合注定是本場比賽的高潮點。好的，楊建平再次拿到上位。這個楊建平這個把對方啊拖到地面的招式這真多呀，還有10000種方法讓對方進入到地面。而你看這個韓國選手他又來了，又躺在這塊兒。我覺得實在不行，我們就踹他的褲襠吧。雖然說不講武德，但是觀眾朋友們，對待流氓，你就必須得用流氓的方式。所以你看對方啊，就像這個爸爸不給孩子買玩具啊，這個兒子躺在地上哭。當然我們是爸爸，對方是兒子。好，雙方又一次地面對局。本場比賽雙方所有的這個地面戰啊，楊建平都是拿到上身位的優勢位。所以說本場比賽無論是打分啊，還是說按照壓制時間來算啊，楊建平呢都是有優勢的。好，又一次沒勁兒了，雙方的體能啊現在都是有着明顯的一個下滑，不只是韓國選手，楊建平也是。哎，要小心，兩位選手。哎呦，這個裁判多虧是比較及時。這是本場比賽裁判唯一的一次作用啊，拽了一下繩子。哦，的確是沒勁兒了。這個金立碩，我們看啊，雙手都已經是沒有力氣啊，在拿高了。
但是他的意志力很顽強，依舊是追逐着杨建平。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依舊是很靈活，雙手呢這個站姿啊、抱下都是沒有鬆懈。好的，再一次，哎呦，這個金立碩，我估計回去之後就苦練摔跤了，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於結束了一場長達15分鐘的中韓對局。15分鐘雙方打的的確是非常的精彩，但是無論怎麼看，我相信啊，懂拳和不懂拳都能看得出來楊建平的這個優勢很明顯。不止一次把對方啊按到地上，而且呢還有多次大力砸摔。包括在戰力上，我們拳打得更準啊，分數也會更高。好，讓我們恭喜楊建平啊！本場比賽也是為自己的同門師兄弟閻錫波呀報仇雪恨了，非常精彩。讓我們再次恭喜，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